大家好，欢迎来到 Money Dog Eric。如果你今天打开美股账号，就会看到一片红到发紫，账户像被按在地上摩擦。但是不要慌，你不是一个人，我们只是正式参与了一堂真金白银的市场教育课。那今天这期我们就要完整复盘美东时间2025年11月13日这根又狠又扎心的大阴线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会带你搞清楚3件事情：今天到底跌成什么样子，为什么会跌，它的逻辑链条是什么，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当然了，既然我们都能够在暴跌的日子里互相取暖，请你也顺手点个赞、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准备好了，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美股市场只有一个主题：风险资产全面降温，科技股带头脸着地。纳斯达克指数暴跌536点，跌幅2.29%，收在了22,870点附近。标普500呢下跌1.66%，道琼斯工业指数昨天刚创历史新高，今天直接被按在地上，一口气暴跌797点，跌幅1.65%。小盘股罗素2000指数本场最惨，跌幅2.8%，完全没有跑掉。今天的科技股只有一个词惨烈，特斯拉跌幅6.64%。而且最近6个交易日跌了5天，3件事情一起爆了。中国10月份销量暴跌63%，Powerwall 2召回1.05万台，因为它的过热风险，而且它的内部测试 Apple CarPlay 意味着战略大转向。我们待会儿会给你一个完整版的特斯拉专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英伟达跌了3.6%，AI 世界的绝对王者也撑不住今日利率冲击。其他的，比如说储存和服务器链条全崩，闪迪跌幅14%，超微电脑跌了超过7%，美光科技跌超3%。其中闪迪大跌是因为它的 NAND 和 DRAM 供应端的担忧，加上整个估值过高。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算力、云计算和数据基础设施方面 ，CoreWeave、Nebius、Palantir 全部都是中高个位数跌幅。其中 Palantir 今天还被 Michael Burry 再次点名，激进会计做法夸大利润，风险被低估，直接往市场情绪上添了一把火。如果我们要把今天的行情比喻成一部电影的话，它的题目就应该叫做 AI 750滑倒的一天，从 GPU 到数据中心，谁也躲不过。这个就是 AI 全产业链第一次出现这样系统性的同步下跌。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不是某一家公司有问题，而是整条赛道的逻辑被重新定价。那么要理解今天的大阴线，我们一定要先回头看一下昨天发生了什么。在昨日的复盘里面，我们有说到道琼斯创新高，全市场情绪拉满，那么媒体标题都是满屏幕的牛市继续狂奔。你知道市场最喜欢干嘛？就是在涨得最舒服的时候，它一定要找机会抽你一下。今天就是这个抽一下，但是这不是随机波动，而是市场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定价风险资产。这一次重新定价的核心是什么？我们进入到今天跌幅的底层逻辑链。今天市场下跌有3个底层逻辑。第一个逻辑就是今天所有恐慌的源头。美国政府刚刚结束了史上最长的43天停摆，停摆导致了10月 CPI 数据缺失，非农就业只有新增人数，没有失业率，关键通胀指标都无法采集。官方直接说，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10月失业率是多少。你让美联储怎么降息？美联储的利率决策靠2张卷子，一张是通胀，一张就是就业。你把卷子撕掉一半，让他们决定要不要降息，他们当然不敢了。于是今天发生了一个关键变化，原本12月降息概率的95.5%，今天塌到了49.6%，这等于告诉市场年底的绩效不一定会发了。那科技股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利率，今天他们就挨了这一刀。第二点就是美联储官员集体变严肃了。今天一共有4位官员发声，其中克利夫兰联储主席说，现在的利率不算限制性，那翻译过来就是别想降息，通胀压力还在。旧金山联储主席说，现在讨论降息还早。圣路易斯联储主席说，继续降息需要保持谨慎。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说，下一次会议我可以投降息，也可以不降息，要看数据。所以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自己也心慌，现在谁也不敢乱拍板。他们共同释放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在数据缺失的情况下，美联储不会轻易降息。这个就是科技股今天的第2根刺客了。那么第3根刺呢，就是国会预算办公室直接警告，停摆将导致第4季度的 GDP 下跌1.5%，造成$110亿永久损失。这个意味着美国经济短期会虚弱，投资者整体风险偏好下降。那么现在我们把宏观3层压缩成一句话，就是估值太高，降息没了，数据断档，不确定性爆炸。我们分别来说。
AI 科技股估值太高，市场高位已经紧绷到连多头都开始心虚的地步了。那 Palantir 市销率66倍，英伟达市销率16倍，这种高度呢，只要一点坏消息就会塌皮。那第二个呢，就是降息预期被砍，利率上升，折现率提高。科技公司估值模型里面有一半靠的是未来现金流，利率一升，折现率提升，他们就要重估了。最后一点就是数据真空导致风险溢价上升。市场最怕的就是3个字：不知道。不知道通胀，不知道失业率，不知道经济状况，那自然先减仓避险。3根主因叠加在一起，直接把 AI 全板块按在地上摩擦。如果只有这3件事情，今天可能只是小跌，真正把这根阴线拉长的是下面5个放大器。第一个放大器就是成长和价值的轮动。那这几周一直在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资金从高成长、高故事的科技股，慢慢往现金流稳、估值低的价值股、防御股挪动。当降息预期一被下调，资金就有了一个非常合理的借口。好，那我从涨了几倍的 AI 股里撤一点，多买点能发股息的、看得见现金流的，这个就让科技股成为今天最容易被砍的那一刀。第二个放大器就是债券收益率抬头，科技股再挨一脚。那么降息预期下调，债券收益率居高不下，对很多机构来说，问题就变成我为什么要在5%的无风险收益面前拿那么多60到70倍市盈率的成长股？于是高估值科技股遭遇第二次打击，从基本面未正伪加估值太高，变成了基本面还可以，但是性价比太差。那第三个放大器就是 AI 板块本来就很拥挤，一个口令全体撤退。今天跌得最狠的一批公司有几个共同标签儿：AI、云、量子、算力、自动驾驶。比如说英伟达、Supermicro、CoreWeave、Palantir，再加上一众量子计算、算力基础设施公司，外加矿企、区块链相关，这一条赛道里面，过去1年全球资金是高度拥挤的。当宏观一变，利率一变，情绪一变，所有人心里都会冒出一句话：要是大家都往门口挤，我最好早点站到门口。结果就是你今天看到的，谁离门最近，谁跑得最快，谁最拥挤，谁跌得最狠。第四个放大器就是 ETF 被动卖出，技术面放大波动。科技股高度集中在几个大 ETF 里面，比如说 QQQ、XLK、SMH 等等。当资金从这些 ETF 里流出，基金公司必须被动卖出里面的成分股，于是形成了一个小循环。科技股下跌，导致 ETF 净值下跌，导致投资者赎回 ETF，导致 ETF 被动卖出科技股，从而导致了科技股进一步下跌。这个并不是谁故意砸盘，而是现代市场结构的一个自然结果。那最后一个放大器呢，就是叙事开始反身，大家开始怀疑自己的乐观。当所有人都在讲 AI、新能源、量子、算力的时候，价格是一点点被乐观叠加乐观推上去的。今天宏观一冷却，利率一变，估值一算，大家突然在心里问一句：我们是不是对未来的美好预知的太早了一点？这个就是所谓的叙事拐点。故事没有结束，但是大家不再愿意为故事付那么贵的价钱了。讲完了大框架，我们单拎出来今天热度爆表的一家公司特斯拉。那么盘面上你已经看到了，特斯拉今天跌了6.64%，在大型权重股里面跌幅名列前茅。如果只看股价，会以为只是高贝塔科技股一起被砍，但是今天有一条对长期故事非常关键的新闻，那就是特斯拉正在开发对 Apple CarPlay 的支持功能，而且已经在内部测试了。没错了，就是马斯克公开骂了好多年的 CarPlay。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特斯拉多年拒绝接入 CarPlay， 也不支持安卓 Auto， 理由很简单，他坚持自研封闭生态。马斯克本人多次公开批评苹果，特别是 Apple Store 的抽成政策。当年苹果做自家电动车项目 Titan 的时候，还挖过特斯拉工程师，马斯克一度非常不爽。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斯拉今天突然悄悄测试 CarPlay， 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能更新，而是一次战略姿态的改变。从我们只要自己的生态，到好吧，我可以让苹果进来开一扇窗，这就是新闻里的那句话。这将标志着特斯拉及其 CEO 马斯克的重大转变。那问题来了，马斯克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开始考虑 CarPlay？ 那几条线索放在一起看，特斯拉这2年在全球电动车市场的竞争压力明显加大，不管是中国本土车企，还是欧美传统车厂，都在新车上疯狂卷配置、卷车机生态。
Bloomberg 里面提到，这一步是为了提振销量。CarPlay 属于用户最强烈要求的功能之一。苹果已经正式终止代号为 Titan 的造车项目，从潜在的竞争对手变成了必须合作的流量分发渠道。马斯克现在高度依赖 iOS 生态来分发 X 和 Grok 等应用。再看消费者端的数据，那 McKinsey 2023年的调研显示，几乎一半的车主表示，如果车上没有 CarPlay 或者是 Android Auto，干脆就不买。2024年的多项调查也显示，大约有1/3的新车买家把有没有 CarPlay 或者是 Android Auto 视为刚需，没有就是不能接受的选项。所以很多潜在特斯拉买家明确因为没有 CarPlay 而放弃购买特斯拉。而苹果这边呢，希望继续把用户牢牢锁在 iPhone 生态里面，拿下特斯拉这个美国电动车龙头是一个巨大胜利。那么根据报道，目前的测试方案是特斯拉采用的是标准版 CarPlay，而不是 CarPlay Ultra。CarPlay 会以一个窗口的形式嵌入在特斯拉自研车机里面，不会像很多传统车厂那样完全接管整块中控屏。那 CarPlay 无法访问特斯拉的核心功能，比如说 FSD 全自动驾驶。如果你要用 FSD 全自动驾驶，仍然得回到特斯拉自带的导航和系统。同时，特斯拉计划支持无线 CarPlay，也就是 iPhone 用户上车之后不插线，直接连上就能够用。所以说，车还是马斯克的车，屏幕可以给苹果一个角落。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并没有消息显示特斯拉会支持 Android Auto，多家媒体也明确写了，特斯拉没有积极开发 Android Auto 支持，所以这个决定本质上还是一个非常特斯拉式的妥协。我知道用户要什么，也知道自己想守住什么。从短期的股价角度来看，今天特斯拉跌幅为6.6%，主要还是属于高贝塔、高预期成长股，而且遭遇利率预期反转，再加上一点自身销量承压的担忧。CarPlay 的新闻更像是从基本面上告诉你，特斯拉确实在想办法挽救销量，顺应用户偏好。如果站在长线投资者的角度，这条新闻的含义是复杂的。利好的一面是说明管理层愿意在关键需求上向消费者低头，不再死磕封闭系统，提升对 iPhone 用户的吸引力，修补过去几年在车机体验上的短板。担忧的一面是，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没有 CarPlay 已经成为一些人不买特斯拉的理由，需求端的压力不是空穴来风的。当然了，特斯拉的一贯风格是承诺的功能不一定按时上车，有时候甚至还会在最后一刻取消。所以这个 CarPlay 到底是2026年某一天突然给你，还是在测试2年之后悄悄夭折，这个就先不打包票了。好了，最后我们要扫一下其他板块。那么，存储半导体板块受 Kioxia 业绩暴雷拖累，一整条 NAND 和 DRAM 的链条全线下跌。传统蓝筹板块呢，迪士尼财报结构复杂，传统影视业务疲软，流媒体和乐园表现不错。但是在这么一个风险偏好降温的日子里面，市场只看3件事情：增长、惊喜和现金流，这些都缺一不可。于是迪士尼被一脚踹下去了，跌了7.8%。加密和矿机板块前面讲过，属于流动性最敏感加杠杆最高的一群，跌得凶完全在情理之中。同时再看一下逆势上涨的少数派，思科靠财报超预期涨了4%多，耐克被上调评级也有不错的表现。Ondas 这种小票因为财报惊喜直接涨了近20%，这个说明什么？就算在这种全场挨打的日子里面，市场还是会认真奖励基本面扎实、估值合理、给出惊喜的公司。那么我们最后给今天这根大阴线下一个定义，在我们看来，它不是2008年那种危机型的崩盘，也不是黑天鹅式的单点爆炸，更不是长期逻辑被推翻，它更像是一种在过于顺滑、过于乐观的一段上涨之后，市场在利率、数据和需求3重压力下面，对高估值资产进行了一次集体纠偏。纠偏的对象包括 AI 科技股的估值、算力、矿企、量子计算这些故事特别远的公司，以及像特斯拉这种一边要讲自动驾驶与机器人未来，一边要面对销量现实的企业。那么最后照例说一下我们的观点，纯属交流，不构成投资建议，只是你可以思考的方向。AI、大模型、算力、电动车、车机生态这些大方向，在技术和产业层面都没有因为这一天而改变。改变的是你愿意为他们付出多少倍的市盈率，多少倍的市销率，你愿不愿意忽略利率和现金流，把所有信仰都压在未来的增长上面。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次的下跌更像是一种健康但是很疼的过程。
那如果你现在重仓的是涨了好几倍的 AI 股、高杠杆的矿企、量子计算，或者是这2年刚刚热起来，但是你自己讲不清商业模式的票，会建议你做3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把仓位分成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持有和我只是因为涨得快而上车这2类。把利率重新写进自己的估值逻辑里面，不要再假定降息一定快又猛。那把像今天这种大跌日当成一次非常好的暴露风险的体检报告。那么11月13日就是这样的一天，如果你今天也交了一点市场学费，欢迎在评论区里留下一句“我也被市场上了一课”，看看有多少人和咱们大家在同一个课堂里面。这里是 Money Dog Eric，请不要忘了点赞、订阅一下频道。喝汤的日子里，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